过几千万光年，只为被你发现，永恒为我流年。OPPO 邀您收看腾讯视频，拍视频超防抖，更稳更清晰。OPPO Reno2 邀您收看腾讯视频精彩剧集。我不可能一个人出去。如果我出去的话，那恐惧的人就是我。我宁愿待在这里陪你，我也不要一个人出去经历那种失去你的可怕。你都忘记我了，有什么好失去的？没错，你在我眼里就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。可是我觉得很奇怪，每一次我一想你被欺负，我总是很生气。如果我是方烈的话，我早就替你把那些巴掌一个个扇回去了。可是我今天是方了，我不可以这么任性，我只能在远距离默默地关注你。你还在乎我吗？你说呢？谢谢。小七，小七，哥，听说小七受伤了，他现在怎么样？应该没什么大碍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他没事就好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接他回去。他现在在休息了，不要去吵他。哥，有件事我想求你。怎么了？又闯祸了吧？我喜欢他，你以后能别再接近他了吗？
怎么舍不得我哥？你不要再提你哥了，他就是我的魔咒。电梯事故就是因为我差点把他害死的。不过还好有惊无险。你能耐啊！这么大一电梯事故都能跟你有关系。至于我哥，你看他来了。哪儿呢？我逗你呢。你看，天也没有塌下来，地也没有陷下去，这不是什么事故都没有发生吗？真的哎！你再帮我叫你哥名字几次试试？方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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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冷！哇，真的没有反应哎，好神奇！傻瓜，不仅现在没有反应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。我会带你离开我哥的世界，让你彻底的忘掉他。忘掉他？你还在乎我吗？你说的。我不能忘掉他，就像你说过的，越是想要忘记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越记得深。在电梯里，他放弃了逃生的机会，留下来陪我。我好像从那一刻就学会了控制我自己。医生跟我说，当有人去接纳我，有人在乎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学会控制我自己，接受我自己。他在乎你，那你呢？你在乎他吗？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心的人。我之所以会流泪、会失控呢，是因为我的系统出了故障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不是系统出了故障，而是一个人喜欢一个人时候的正常的反应。我想我是真的喜欢他。既然你喜欢他，为什么要跟我出来？不应该跟他在一起吗？喜欢，难道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吗？喜欢，有时候确实是一个人的事，不过那样很辛苦。人类的感情有很多种，为了避免你受到伤害，要不你试试喜欢我？我喜欢你啊！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你，不然我干嘛会帮你啊？我说的不是那种喜欢，我希望你有一天能为我失控一次。还是不要了，为了这个星球的和平与安全。这就是方冷和柴小七的照片，还有视频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他要我保全自己，我保全自己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毁了他想要的。在对待方冷的事情上，你总算是成熟了一点。我不会在同一个地方错2次。伯父，哎，小雪，怎么有空过来啊？方冷呢？没一起吗？伯父，我有件事情想找您。臭小子，不知悔改！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本来我父亲是想说亲自来拜访您的，但我怕有误会，就给拦了。我知道方冷在感情上确实是贪玩了一些，我以为只要我爱他，他就会回头的，但我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个结局。这个小畜生我没教好，还有这个柴小七被他给骗了。是我把柴小姐想得太简单了。你放心吧，邪不压正，他这点小伎俩，很快就没机会使了。伯父，您这是？既然你肯把这一切都告诉我，那就是认可我这个做父亲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让方冷给你和你家里一个交代。谢谢伯父。
你怎么过来了？自己捐的钱，忘了吗？这不是我在商场的捐赠吗？他们还专门感谢我吗？真好。算了，老是这么尴尬也不好。昨天我在你家，我知道你是好心才收留我的，谢谢你啊。不过我想说，我以后不会再给你惹麻烦了。你是想跟我划清界限？我们也不能一直像敌人一样吧。有些事情我也想通了，总之有些事经历一下就好了，不用计较有没有得到，对吧？哦，你等一下。昨天的事情谢谢你，还有上次你在公司骂我的事儿，我就原谅你喽。那，你把这个吃了，我们就当和解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我先上去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最近不是说你睡眠不太好吗？给你热了杯牛奶，有助于睡眠。谢谢。这是什么呀？小七啊，你总跟我说你是外星人，可你知道吗？在地球上有3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：打喷嚏、贫穷，还有爱。你之前为了那个方冷要死要活的，也是看在心里，可是现在怎么又突然放弃了呢？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。我现在不放弃又能怎么样呢？他跟江雪都在一起了，而且我跟方冷又不可能会有什么未来和以后的。未来是要靠自己争取的，更何况在我看来，他跟那个江雪很奇怪。哪里奇怪了？有哪对情侣是活在媒体通告里的？而且只有江雪一个人公开了他们俩的恋情，对不对？可能方冷他也没有否认啊。可他也没有承认啊。他有说过他跟江雪是情侣吗？对哦。你再想一想，他们2个之间有没有一些亲密的举动，比如说拉拉手啊，然后扶扶腰啊这些？好像没有啊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以我多年吃瓜群众的经验来看，他们俩80%是假的，而且那个方冷对待你，好像比对江雪更有兴趣，否则他干嘛大老晚上来找你啊？送这个？哎呦，这个让他助理随便送了就好了呀。那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小七啊，你知道方冷跟方烈2个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方烈每一次把你送回来，看见你进了屋他就走了，可是方冷不一样，他每一次都要看到你楼上的灯亮了，他才会放心的慢慢的离开。那他这是在
关心我吗？这是一种习惯，是喜欢人的一种习惯。有的时候，记忆会被淡忘，但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骗不了人的。姐希望你呢，不要再躲着方冷了，去跟他把话问清楚。可是他跟那个江雪，他们俩的关系要是真的，我真不是在打扰他们吗？你想这么多干什么呀？不要瞻前顾后的。如果这段感情真的很美好，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它。你姐姐我当初就是因为太矜持了，错过了许多美好的风景，到现在还是一个人。小七啊，姐可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。我好像有那么点小勇气了。早就应该有勇气了。明天开始，堂堂正正的去上班，找那个方冷把话问清楚。好，这才像我可爱乖乖的小七嘛。来，我要把牛奶喝了，好好的睡一觉。董事长，您来了。方冷呢？方总在忙自己的私事，他工作上让他立刻来办公室见我。是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再不来，恐怕我这几十年的声誉全被你败光了。我不知道您听到了什么，但我扪心自问，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对公司不利的事情。我不想跟你多说，你准备一下，晚上跟我去江家一趟。为什么要去江家？去赔礼谢罪。你怎么对江雪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跟江一涛通过电话了，你亲自跟他解释清楚。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江雪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，她可是江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她是谁的继承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看你是被那个柴小七灌迷魂汤了，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。我跟柴小七早就分手了。哼，你还真以为我不在公司就什么都不知道啊？这算是已经分手了吗？爸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说过了，去江家赔礼谢罪。如果你不肯配合我，我只好用我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啊。好，我可以去跟江伯父解释清楚一切，但在去之前，我想先跟您说清楚，不管我今天跟江雪的关系是什么，这都是我的私事。我不希望您把我的私事跟公司的利益放在一起。方冷，你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。就是因为我认清了自己的身份，我才不想我妈的悲剧再次发生。当年要不是您重视事业而忽视家庭，我们一家三口也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。爸，我不想跟您过一样的人生，真的。会议室的人还在等我，我先走了。柴姐，我先走啦。等一下，小七。来，把这个带着。这是什么呀？爱心便当啊！哇，柴姐，你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好了？不是给你的，这个是给方冷带的。不是说要去见他吗？可这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当然不会了。你不是说他在电梯里救了你吗？就当是回报他的救命之恩了。好，我走了。哎，小七，快听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怎么搞的？突然好紧张。
方冷，我进来了。那我进来了。我董事长。那个董事长，您吃早餐了没有啊？要不您试试我们餐厅的早餐？原来你是用这种手段靠近方冷的？不是，我过来找他，主要是找他有点事儿要问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拿钱的时候，当时你是答应我不再纠缠方冷。我没纠缠他呀。柴小姐，你跟方冷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方冷跟江小姐很快就要订婚了。订婚？没错，我们双方家长已经同意了。这样啊，那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我先出去了。等等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阻止你跟方冷吗？我知道我配不上他。我不是看不起你的家世，我只是在保护方冷。你跟方冷之间呢，就像当年我跟他妈妈一样，在一起很开心。可是本质上，我们并不是同类，追求的东西也不同，以后的差距就越来越大。与其到最后彼此伤害，那还不如不要开始。我是过来人，看得很清楚。江雪小姐才是他的同伴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小七回来啦！这个便当怎么没有送出去？姐姐，我好难过。你怎么了？你先别难过啊！来，坐下说。别难过，别难过。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方冷跟江雪，他俩不仅是情侣，他俩还要谈婚论嫁了。什么？这么过分呀！真没想到那个方冷看着一表人才，竟然是个花心鬼。也怪我，不应该给你出那些馊主意。小七，听说旅游治疗失恋非常有效果，你想去哪里？柴姐请你去。我想回家了，我只有回家了，我才能忘了他，我才能把他删掉，我才能重新站起来。也是啊，那你能告诉柴姐你家到底住哪儿啊？我给你订机票。我只有找到方冷，我才能回去。你还要见他呀？我不，那你让我怎么办嘛？难道你让我把他灌醉，给你绑过来啊？柴姐，店里有酒吗？就是很烈的那一种。小七，你要干嘛？你不许喝酒啊！你放心了，我不是要借酒消愁。那你这是要干嘛？小波啊，你想回家了吗？当然想啊！虽然这个乌龟壳子待久了也挺舒服的，但也比不上咱们母星啊。那好，那我这次一定要把信号器拿回来，咱们回家。你还要去找方冷啊？你已经失败过好多次了。可柴姐刚刚跟我说了，这人的习惯呢是很难改的。那个方冷又不止一次为我心动，我想再赌一次。赌什么？
赌他的真心。你怎么来了？嗨，你是不是要上班了？有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你要是忙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你带红酒来做什么？我进来吧。你要不要整理一下？你干嘛一直看着我？这不应该你帮我整理吗？那你靠近一点。你想累死我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系过领带，对不起。你说你酒都还没有喝，为什么脸红的？可能是你们家食物太多了，我有点缺氧。就这样吧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真帅，帅得让我嫉妒江雪。跟方略比，谁比较帅？你们两个风格不太一样，没法比。酒醒的差不多了，试试。那这第一杯酒，我就祝你爱情甜蜜。行了，别逞强了。我没有逞强，我可以了，我没有逞强。够了，够了，没事。这第二杯，祝你事业有成。酒量不好，不要再喝了。没问题，我没逞强，我没有。你说我醉了？你看，我现在走路是不是挺好的？你看啊，我连我的超能力都能控制好，这点酒算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这次过来目的很简单，我想让你为我心动一次，就一次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方冷啊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。方烈呢？他对我来说有其他的意义。你到底喝不喝啊？我如果喝酒，一会儿就没有人送你回去了。你为什么总是要打乱我的计划？你为什么总是欺负我？你知不知道？
我为了这次过来见你，我为了能控制我自己，我做了多少准备啊！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是在为我掉眼泪吗？他还记得我可不可以自作多情的认为你是喜欢过我？虽然你们人类一辈子可以喜欢很多人，虽然我只是其中的一个。别人之前有过病史吗？受过什么刺激没有？我可能刺激到他心脏，不会有事儿吧？别人可能需要手术，你是他家人吗？我不是。立刻找他的家人过来，迟了就来不及了。快！家人？上哪儿找家人？家人？小七，喂，小七，什么？喂，爸。方冷怎么了？我不小心把他伤了。你还敢纠缠他？你究竟要把他害成什么样？你说！方冷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变成这样，对不起。医生，方冷怎么样了？我们在病人心脏附近发现不明碎片，但因为位置特殊，恐怕很难取出来。你们做最坏的打算吧。是的。行了，别装了，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个好东西，拿了钱还不够，怎么，现在还要把方冷害死是吗？不会的，方冷那么厉害，不会有事的。给我出去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准你再接近方冷一步。你还不滚！滚！怎么了？他们说他可能会死，你信吗？我竟然把他害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不可能啊！你给我说清楚点，我哥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想拿信号器，我没有想要伤害他，可是
可是他突然就晕过去了，怎么办？没事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不会让我哥死的，我会找最好的医生，用尽所有的办法救他。我答应你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会帮你救他。救他？那你快去帮他，快去，快去！你等我啊！怎么办？丽儿，你拉我干嘛呀？我哥怎么样了？还不清楚，一会儿见了你爸，你千万要小心啊！小心什么呀？方冷病危，以后你就是方家唯一的希望，方家的公司不就落到你头上了吗？所以见了你爸，千万要小心，争取让他把公司的权力交到你手上啊！妈，我求你以后别再想这些了，行不行？哎，丽儿，爸，我刚才已经联系过医院了，他们会找最好的专家过来帮我哥，您放心，我哥不会出事的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方先生的命呢，总算是暂时保住了。不过，我感觉到有点蹊跷。能不能挺住，就看他今天晚上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方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？哎呀，方先生的病呢，是上次车祸留下的。那枚碎片呢，一旦动了，就怕危及生命。我们只能先稳住病情。至于说他能不能醒过来，就要看他个人的意志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我要去找他问清楚，到底对方冷做了什么。刚医生都说了，我哥心脏的问题是车祸造成的，跟小七有什么关系？你觉得他会伤害我哥吗？到现在你还护着他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够了！在方冷醒来以前，任何事都不能下定论。小雪，你父母还等着呢，你先回去跟他们说，别让他们担心。是。爸，我去送他。方冷怎么样了？你还有脸问？要不是你……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们后会有期。方冷怎么样了？已经抢救过来了，不过还没有脱离危险，能不能醒过来，得过了今天晚上才知道。也怪我，之前我哥出车祸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伤得很严重，可他自己就感觉像没事一样。每天工作忙，时间久了，我们就以为他都好了。现在好了，他绝对不像我们之前想的那么强大。我要救他，能做的我都做了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也不行，我不能看他死，我得救他。哎，你干嘛？他是因为我才受的伤。我一想到他一个人躺在里面，没有人帮他，也没有人救他，也没有人陪他，我感觉我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。方烈，你能不能帮我见他一面，就一面就行，求你了。好。
这么晚了，要不你们先回去吧。安排你妈先回去吧。我知道您担心我哥，可您这么熬着，万一把自己熬生病了怎么办？只要我哥一醒过来，我立马通知您，好不好？丽儿说的是。你看方冷都这样了，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，那公司还不闹起来呀？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公司想想吧。那辛苦了。长大了，爸以后能靠你了。您放心。那我先走了。走吧，妈。答应我的，只要看完了就马上出去。你对我哥只有愧疚，等他醒来，你就对他死心了，是吗？对，等他好了，我就再也不纠缠他了。如果知道你会变成这样，我宁愿不要先好奇。你知道吗？他们跟我说你死了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重要。能把我留下来的不是先好奇，